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讲10月的玩家社群反馈了。等一下，是不是有一点奇怪呢？为什么是10月的？因为官方最后一次更新是7月跟8月，然后9月不见了，变成10月。真的不是我偷懒没有做影片，是官方他们真的没有更新9月，他们把9月给忽略掉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在9月有做一些玩家反馈的话，那你可能要在下一个月重新写过一次，他们没有看到。不管怎样，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影片，所以来看一下10月的玩家社群反馈，官方选择了什么问题。第一个反馈是改善住房跟集结，让集结跟住房可以锁定兵种种类。那他这边应该是写等级才对，他不应该写种类，因为他下面还好有补充到 T1 到 T3， 就是讲要防止 T1 到 T3 加入你的集结或者是住房，并且让集结跟住房队长可以设置加入的时间，确保加入的时间不会太长。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的家比较远的话，要加入集结可能超过5分钟以上。这次官方答复有给3个点，第一个点他们会给出一个通知，那这个通知我不确定是通知什么东西，他这里没有写的特别详细。我个人认为官方所说的通知应该是有 T1 到 T3 的部队加入你的集结或者是住房的时候，应该会弹出通知。第二点，因为战斗的复杂性，所以他们不考虑去更改，不过他们会考虑锁这集结的功能，因为现在的集结界面有一点混乱，所以他们需要再进一步的讨论。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官方这里所说的锁集结应该是等我们的部队全部都到齐了，你可以锁定要放集结还是不要放集结。那可能其他王国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是在先锋王国的话，其实大多数的王国都会锁着集结，在很远的地方可能用小号派工程车一个兵卡着你的集结，看到我方的野仗推到差不多的时候才会放集结。其实这个功能时常会用到，不过当没有人帮你卡着集结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点了，所以我不确定官方是不是更改这个东西，如果可以更改的话当然会比较方便一点啦。第二个反馈，希望在原本的王国里面 R4 跟 R5 都可以遣返在建筑物里面的部队。官方答复他们会考虑，之前不加入在原本的王国是为了要维护原本的王国，可以遣返回去也算是不错。有些玩家他们放一个部队在建筑物里面拿到太多积分已经满了，他都不舍得回去，可以遣返回去确实会比较方便一点。第三个反馈也是我想要问的反馈，我们搬资源的税收可以从原本的 8% 变成 5% 吗？官方答复会有资源税收，就是为了要防止一些非法的资源买卖，所以他们并不会考虑更改任何资源税收的问题。所以各位你们想都不用想了，是不可能减少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资源是官方最后的底线，就是讲你可以去更改它其他东西，你可以反馈装备不好，军器不好，什么东西不好，你们都可以要求官方改，但是资源方面他们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再扣掉资源税收，那些资源商就可以卖到更多资源了，这个就是官方不想要看到的东西。不过官方不管有改还是没有改都好，大部分的玩家都是会跟资源商买的。第四个反馈，集结跟住房车头应该保持平等。集结车头他们可以放一个部队，但是住房车头没有办法放一个部队。假设住房放一个部队将会无法存活，这个问题我深有同感，因为这一次就是我负责住房。我看到人家集结都是放一个兵，但是我住房不能放一个兵罢了，你们知道吗？这一次我大部分死的兵呢都是在住房居多，住房一个人在那边坐牢已经很惨了，结果死的兵还是你死比较多。住房大部分援兵全部都是小号，其实他们死兵都无所谓，但是车头很惨了，你们知道吗？但是官方答复他们并没有想要去做任何的更改，因为这样会严重影响攻防的平衡，还有游戏的战斗风格。我不是很了解他这里所说的攻防平衡，我个人唯一能想到平衡的问题就是住房可能你放车头是 T5， 然后只有他是死兵比较多的，但是其他的部队全部都是小号。可是集结没有办法，除非是打关卡之外，大部分的集结可能打要塞打旗帜全部都是用大号补兵，或许是这样的关系，所以集结可以放一个部队，然后剩下的部队全部都是其他玩家共同分担。但是住房就变成一个人承受，假设我自己没有理解错的话啦，这样的话只能说做住房真的不容易啊，我打算辞了这份工。第五个反馈，希望延长统帅出现的时间，不过他这个反馈没有讲新统帅还是旧统帅还是我们的 MG 转盘之类的，我个人推测应该是新统帅出现的时间，但是官方答复讲新统帅出现的时间全部都是固定的，他们也并没有打算去更改统帅出现的时间。但是之前官方不是在中国举办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有讲到要延长统帅出现的时间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钱的问题。你们自己想一下，如果统帅出现的时间延长了，就表示说官方没有办法赚这么多钱。像我之前所说的，官方已经出完了整个装备系统，然后军器系统相信有一些大佬已经搞定了，然后一般的小玩家应该也不会去搞军器，剩下能赚钱的管道就是在统帅方面。假设他们又延长了统帅出现的时间，官方赚的钱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像之前我分享的图片7个月更新一代呢，这个各位你们不用去想了，官方不会考虑更改。不过这个问题我记得在之前我做过的韩国社群反馈里面其实也是有提到，那时候我印象中好像是3个月更新一次新的统帅，也是在这张照片出现之后的几个月官方所讲了，他们可能是深思熟虑之后觉得如果改成7个月一次的话，这样子他们赚钱速度就会变慢了，所以最后才决定不更改7个月更新一次新的统帅了，保留原本3个月一次。第6个反馈，希望有更多的方法可以把一些捣蛋鬼，也就是在王国里面可能扫田啊造反的玩家赶出去。他这里所用的用词是 completely， 就是完全的把他赶出王国，还说只有流放是完全不行了。官方答复他们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也知道这些捣蛋鬼对于玩家来讲影响很大，不过他们还是希望玩家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官方所说的更好的方法，难道是跟这些捣蛋鬼谈判？假设可以谈判成功的话，他们就不会捣蛋不会扫田了啊。不过我看到之前有一些观众反馈讲给他们驱赶去某一个王国，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某一些王国来讲不太公平啊。我觉得官方他可以开一个伺服器专门是放农夫跟捣蛋鬼的，只要国王觉得这些玩家不太好的话就丢他们过去，当然这样子也是不公平啦。所以我也相信官方是永远不会接受我这个提议的，不可能把他们流放到某一个王国里面，全部在里面自生自灭。第7个反馈，希望放要塞的时候会消耗水晶。这个东西有点搞笑，以减少一直不断叠要塞的问题。讲到这个东西啊，我这一次打 KVK 真的是要吐了。如果你们还记得这一次 1V 到底丢了多少个要塞，你们就知道我有多痛苦了。而且你们要记得，我算的时候是已经我们在前面拆了不知道多少个要塞才算了。我个人觉得 1V 在这一次的 KVK 丢的要塞应该是超过100个，包括我们拆的那些。OK， 那么我知道这个问题有两极化的观众，有些觉得很恶心，有些觉得这个就是战术。但是这个数量真的是太夸张了，不是我不能接受叠宝，而是你不能搞成这样啊，很影响游戏体验。而且我发布那个影片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些观众讲，上次960打365的时候，960也是叠了一大堆要塞，甚至还说960叠的要塞比1034还要更多。这个是真的吗？我给各位看一下截图，上面是1034，下面是960叠的要塞，明显1034丢的比较多了吧，并且那时候960撤退是大幅度的撤退，不像1034你烧了一个要塞感觉没有烧一样。所以我觉得要塞的部分还是需要调整，但是官方并没有采用这个玩家给出的意见。毕竟你们想一下，当你进入失落之地的时候，第一个要建的东西就是要塞。假设要塞也是需要水晶才可以建起来的话，那很大可能要塞就完全建不起来了。就算更改成第一个要塞不需要消耗任何水晶，但是后面你要拿到更多水晶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官方的回复是讲他们会想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调整要塞建立的数量是已经足够了的，而且这个问题存在还蛮久的，之前也是有玩家反馈过，但是官方并没有去解决。第8个反馈是关于联盟科技的，希望能够在联盟科技已经升满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捐献，或者是当没有科技可以提升的时候，移除掉红色的标记。这个玩家所反馈的东西就是这个，当你的联盟科技已经满的情况下，它依然还是会跳出红色的通知，跟你说还有20次可以捐献。官方答复这个是沟通的一部分，捐献跟沟通有什么关系哦？他希望玩家跟盟主之间好好的沟通，要怎样去使用联盟技能。我觉得官方这里的答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这个玩家反馈东西也很明确了吧，他只是想要把那20次机会捐献掉，或者是可以移除掉通知而已。这个问题就暂时放一边，我们看最后一个反馈，希望心愿之选可以增加一些新的统帅。官方答复他们会讨论这个提议。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10月玩家社群反馈，我感觉官方好像没有什么回答到问题这样好像也没有增加什么我想要增加的东西。至于各位观众对于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